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在婚姻和爱情当中，没有纯粹的赢家或输家，只会是双赢或双输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保卫战其实保卫的是那个最值得被爱的你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珊娜。婚姻的终极浪漫其实是将我们平凡的日子能够酝酿成醇厚的美酒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鹤阳。情感生活遇烦恼，打开电视看爱宝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婚姻如熬汤，火候总比胜负香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丙先生47岁，来自河北，司机；江女士42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太懒惰了，不赚钱还不顾家。我觉得对我要求太多了。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希望他能踏实的出去找个工作，然后多顾家，少和朋友出去玩。多信任我，多理解我，站在我的角度思考。欢迎大家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您二位是为何而来。我现在对他没有任何的信任感，我说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，然后我一说多了他就嫌我磨叨，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进去，最后呢我俩呢就沟通不下去了，一直就冷战10多天，我俩就谁也不和谁说话。您二位是结婚多长时间呀？结婚有22年了。22年，老夫老妻了是吧？对。孩子多大呀？2个孩子，一个孩子现在是在咱们天津上大学，还有一个孩子是在河北高碑店上那个高中。那基本可能陪伴你们俩的时间就很少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一直在住校。那说说沟通不了的都有啥事儿吧？比如说之前呢，我们在北京生活了也有20多年，之前孩子也小，那段时间跟老人一起居住，没有买房子，一直是租房住，租的都是平房。有一个晚上挺晚的，刮大风，忽然有一声就咕咚一声，特别响。我说你起来去看一下，咱们家到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什么危险？他可倒好，说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那么大风，你让我出去，我怎么出去？你就不怕那个东西掉下来砸着我？我不是说让你非得出去，你就开门，你看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就得必须得听你的，你就是老是这样。你不是说得听我的？那你说那个东西你掉下来那么大声音啊，咱俩不出去看一眼，你说晚上睡觉就睡不踏实，老想着这个事儿。风小了我再出去不行吗？或者风停了，刮那么大风我出去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最后我俩吵吵的声音比较大一些，给老头老太太嚷起来了，结果他俩出去了，你说犯上犯不上？万一有什么事儿呢？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我让你出去你就出去看一眼，你那何至于让他们出去呢？哎呀妈呀，你俩是3岁大的孩子们，俩人因为这事儿还吵一架。还有，我就觉得他这人就是心眼儿特别小，也没有什么责任心，脾气还大。有一回吧，换季了，我说给孩子出去啊买身衣服，他说那我跟你去吧，我就在商场门口等着他。他呢走道呢就把脚给崴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事儿，脸拉着的特别长，眉头紧锁，我就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事儿，然后我也没问他。我就跟他挑衣服呗，他呢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子不是脸子，就冲我发脾气。平常老说我这也不管那也不管，给孩子买衣服我跟你去一趟吧，掏钱什么的。你说你家门口有，就非得跑那老远去买去，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？不知道孩子的需求是什么？上那个商场正赶上换季打折。再说远的有多远？那你是你自己走路，你崴了脚。远的话，他能崴着我脚？不是，你说你自己崴脚，你还赖到我了。好几天又上不了班，就崴了脚。到门口那商场就崴不了脚了，是吧？对呀，那离得近啊。就除了这种崴脚啊，什么出去看看东西掉没掉啊，这有大事儿吗？之前的工作呀，这个工作干2天不干了，瞅人家老板来气了；那个工作呢，干了3、4天。哎，又不干了，说人给脸子了，3天打鱼2天晒网呢。不是我不干，你说1个月给那点钱，净是事儿。我拿1尊卡扣你50，这个事儿没弄明白扣你100，我这么多钱呢，我伺候他们。后来呢，听朋友说跑滴滴挣钱，1个月呢能挣个1万多、2万多。他说的不行，我跑滴滴去跟朋友。我说那也行，这回你自己当老板了，你也不用看人脸色，这也挺好的，也知道挣钱了。哎，这家倒好，
这滴滴一跑，我是人人见不着，钱也见不着了。我们住的呀，就是稍微偏一点，单呢也比较少，市里单呢比较多。然后就跟朋友呢在市里那边一起合租了一个小房子，一人就摊600多块钱。哦。然后这样就长期不回家了。我说不回家也行，给我钱呢？一问钱呢？吃饭了，加油了。那我那钱给谁了？人家一跑就能挣个1万多、2万多。你说你给这钱500、800，你说够家里用吗？我每天也10个多小时以上啊。哎，你每周大概给家里交多少钱呀？怎么说呢？单多跑得多你就挣得多嘛。啊，我明白。那有时候就是说可能平均呢，咱取个中间值。我那个正常的流水啊，我一个月能达到应该是7、8千块钱左右。但我就觉得跟人家说的不太一样，对，不是老师，因为他平时就是老是跟人家朋友出去吃啊、喝啊、玩牌还啊，我就怀疑他这个钱呢，就是跟人去玩去了。后来我俩因为这个事儿吧，也经常吵架。他这个滴滴呢，干了能有2年的时间。哎呀，老开车腰也疼，不好跑，那就不干。我说不干就不干。后来又听朋友说呢，说开大车挣钱。哎，我说那也行，那完了更不回家了，更见不着人了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开大车呢，前几个月还好一点，是往家里呀还交一些钱。但是呢，有一回呢，就是到号开工资，他就这边没动静，然后我就问他，他说老板说有事儿，晚几天再开。我说行。然后过了1个星期，我又问他，他说的没开。然后我就给老板打电话，老板说这工资早就开了。然后我就问他钱呢，他说钱给他父母了。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又吵了一架。因为这个事儿啊，我没跟他解释过。这些年呀，我父母对我们确实是操心操的比较多，金钱方面啊，身体方面都是。我妈也70了，那年过生日，我表孝心，但是我没敢跟她说，没敢跟她说。不是你有什么不敢跟我说的呢？我跟她说的话，跟我说了，我还能不让你给吗？我跟她说的话，我就怕她又跟我这个那个这个的，我就自己做主，给了我妈几千块钱。他给父母钱是一次还是经常性的？不是经常性的。那一次偶然的很正常啊。妈妈70大寿。但是我不相信他呀。但是您这一点应该相信自己的妻子啊。如果您跟他商量，我想您肯定会同意，而且2个人一起。对，他也没跟我说实话，然后我问他，他才说。最后呢，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他。哎，你不是老怀疑他，不管是赚了钱还是给父母钱，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借口，其实是和朋友吃喝玩乐去了。对对。你估计他每个月用于吃喝玩乐占他收入的多少？我感觉得占60%。吃喝吧，我觉得是小钱。他呢，经常跟他们出去玩牌。你这个玩牌，你说输赢这个哪好说呀？他就是老不相信我。不是你有证据吗？你发现过吗？朋友老找他呀，他跟朋友出去。搁外边穷大方的，吃的喝的基本都是他花钱。哎，你这些根据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60%不少呢，这。对啊，因为我经常看不着他的钱呢，然后经常有朋友去找他，而且他那些朋友呢，有的就是很不着调。那你说你接触这样的人，那我那心里能没有想法吗？我就是老是怀疑他。所以你其实只是说没有任何的证据，就是完全凭自己对于他身边朋友的一些了解，然后这样的猜测。对，我经常就这么猜测的，然后对他就是一点都没有信任。老猜确实是对。做丈夫的，您此刻扪心自问，他说您60%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赚多少？您今天告诉我们。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。我每个月就是说开大车的话，现在也是7、8千块钱左右的工资，现在也是。去玩有多少时间？哪有什么时间玩？就是有时候休息的时候，或者是说的放假了，有可能是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啊，正常的社交活动嘛。这一点我相信，因为我有开大车的朋友。真的，这个是不是由他时间不由他说了算的？所以现在就像曹元老师演出一样，不由你说了算。对。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夫妻就这个财务问题是相互彼此不信任，这是一个现在最大的矛盾了。那除了这个最大的矛盾之外，你们其他的问题上还有特别大的矛盾和分歧吗？就是说开大车吧，开了1年，他的意思就是洗澡贪黑，然后呢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就是说这个工作又不干了，现在目前就是在家玩玩手机。再一个朋友一叫就和朋友又出去了吃喝玩，然后我就经常说他，因为2个孩子都已经大了，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高中，每个孩子的学费呢1年都是2万多，然后家里呢还有什么租房的费用、水费、电费、生活费，他什么都不管。你现在就是有老人呐都帮衬着，孩子的费用呢老人都出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连孩子上学都负担不起。就这种情况，我说你别在家待着，你休息几天行，我理解。
但是你后期你赶紧就是找工作上班去。我一直在出去找。你哪出去了？你就是跟朋友去喝。我在网上找。那我找工作，我不得找朋友说的，我们都是一个圈里的，说互相介绍哪儿好或怎么着的。这些情况我跟你说了，你根本不听，你也不理解呀。我理解你。那你说你体谅过我吗？你说我跟你奔波了20多年啊，一直在外边租房子住，连一个固定的家都没有。怎么没家了？你睡马路上去了吗？难道？不是睡马路上，那我想要一个固定的家。你说孩子这么大了，一直跟我们四处奔波，小学在北京这边上的，然后上到一半呢，因为我们是外地户口，将来高考的情况下都得回老家。然后为了孩子呢，我们就把户口呢转河北这边来了，中学、高中都在河北，又是高碑店，又是河北保定这边。你买房子，咱现在买不起，根本就。再说了，咱老家有房子，将来咱俩把孩子养大了，他俩成人了，咱就回老家就完了。这件事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就老是不理解，老是拿这事儿说。所以现在矛盾又升级了。之前是因为有工作，这钱不知道到底挣多少是矛盾，现在是干脆得工作都没了，然后呢，这矛盾就更大了。对呀，孩子月月得要钱吧，得吃得喝吧，上着学，然后你说他也不着急，然后呢？我这一气之下呢，我说那你在家待着也行，那我也不上班了，我就把工作也给辞了，因为我跟他啥逻辑？都辞了，那你们俩吃啥喝啥，孩子吃啥喝啥呀？啃老。这里有一点，他就是没有钱了，然后就管父母要钱吗？你看，不是，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吗？一上来他们俩说那问题，半夜外边响了，他们俩人都不起来，就是爸妈，然后爸妈起来，就跟他俩现在较劲辞职是一个道理的。反正有人都有人拖着，对吧？这个女方辞职之前1个月多少钱啊？我是做销售的，然后工资不固定，平均也就4、5千块钱。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这个还挺牛的。4、5千说我不要这钱就不要，就跟你置气，然后这1年5、6万的收入我就不要了。他就是特别任性，他就是特别任性。俩人就吊着劲儿呗，你躺平我也躺平，凭啥一个人躺平对吧？哎，你要干嘛我也得干嘛。对，然后我就偶尔做一下兼职，辞职当时也是赌气也生气，然后我那工作呢也不太好干。现在找工作也能找，我希望找个就是说能稳定一点的，然后就是说工资稍微能达到我心目中。他这种想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小钱看不上，大钱呢还挣不着。他一说这事儿呢，我就更生气。就是现在是租房住啊，对，一直就是租房住。租房住，2个孩子，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大学。对，上大学的肯定就不一块住了，对吧？对。老人跟你们一块租房子住？老人就是之前孩子小帮我们照顾，然后租房住。然后后来呢，孩子大一大了，他们就跟我们分开了。那这么多年，2位有存款吗？养了2个孩子，没有存款。你们有欠款吗？车贷每月3000多。还有欠款吗？这就没什么了。再说，还有欠款吗？啊，这就没什么了。你欠父母的不叫欠，不用还，所以他觉得不是吗？不用还是吧？每个月父母给孩子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不知道，他们就转给孩子钱了。像一个孩子学费2万，光这个费用将近就5万块，都是父母出。每个月还有一些生活费，因为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了呀。所以先生是有一个算法，不着急，对不对？不是不着急，我一把来个大的，所以这底气在哪儿？在父母那儿，是吧？所以我现在质疑你给过父母钱吗？你哪有这份心给啊？刚才说了就给过1次嘛，对，给过吗？那次我都怀疑，啊，说不定是玩牌去了。点在这儿呢，为什么妻子一直说怀疑呢？对，为什么不符合逻辑啊？习惯的向父母要钱，怎么突然有某一天给父母钱了？良心发现了。哎，就你们俩这个个人的价值观，你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是？这个教育问题更别提了。我说孩子，我说你们好好学，然后呢，将来呢有一个好的发展。你不要像我们俩这样，其实也就这样了，到处奔波。你们将来呢好好发展，有一个固定的居所。他就不同意，他说身心健康、平安长大就行了，就学得好学得坏无所谓。那是你想让他怎么样，你想让当市长就当市长了。不是这么说，那你说你给孩子，你不得灌输一个好的思想吗？你有个身体先我这边给打气，他那边给泄气，你说这孩子怎么想？那丈夫现在对孩子的发展满意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这俩孩子都可以。他是按照您的那个希望，就是健康长大就好的吗？还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？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，都挺自立自强，挺懂事的都。那您认同您爱人对孩子的教育吗？
我觉得他就有点太苛刻了。你又觉得俩孩子好，你又不管，你又不认同他对2个孩子的教育跟帮助，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呢？我不是说不认同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老嘚啵他，你必须得达到什么？我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这么想。他就嫌我磨叨，对我就是太磨叨了。他孩子跟你关系好吗？挺尊重我的，跟他也没有什么话也比较少。俩男孩女孩啊？老大是女孩，老二是那个男孩。哦，今儿来我们爱情保卫战，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？你们说说你们的诉求。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沟通，经常就是沟通不下去，经常冷战，10天半拉月的，我俩也就不说话。怎么样呢？才能缓和一下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氛围？然后呢，也能让他积极向上一点。最起码咱们踏实的找一个工作。不要天天在家，就然后跟朋友出去吃啊喝啊。好，听听丈夫有啥诉求，您有啥诉求？我就想让他呀，多理解理解我，少跟我磨叨磨叨。我自个儿的事儿，我自个儿心里知道。他就是老认为我。说不顾家不什么，我背后的付出也很多，我是这意思，我就跟他对啊，我跟他很难沟通，我就觉得，就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。这司机这职业，你就是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，一天开几个小时车，或者是10个小时车的话，年复年日复一日的话，得有多累？然后就是说你在外面奔奔波波的，到家里连个热乎脸都没有，热乎饭都没有，就是老是对你不停的抱怨，对你不停的这种要求。然后你说你是什么心情？最可怕的就是沟通不了，因为你说什么都不信的话，你说什么呀？干脆就不如不说，就这样。就俩人都一肚子的委屈，都不知道怎么沟通，然后还经常冷战。家庭是2个人的家庭，所以这个家庭是需要你们2个人共同去扛的。但是您看到，妻子变成了一个怨妇，丈夫变成了一个懒夫。我们说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家庭责任感，那可以说他折射出的骨子里的那就是自私。但是这一位丈夫，我们看到了他懒的一面，我们也要看到他挣扎着努力着为这个家赚钱的一面。他在挣扎着努力的时候，你是以怎样的一种眼光，怎样的一种心态在看他的？他干一行，你抱怨一行。看到他辛辛苦苦的千里之途开大车，连一餐日饭都吃不上，安慰过他吗？呵护过他吗？婚姻有时候岌岌可危，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出了问题。他会在这样的抱怨当中更加的破罐破摔。我就这么了，反正在你眼里我没得好，我就躺家里，你又怎么了？您倒好，你也躺家里了。2个孩子真不想看到2个在家里躺平的父母，才40来岁的父母躺平，你们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。你们想不想孩子以后好？如果想孩子以后好，你们2个人就现在好。说实话，你俩我都不关心，我是真心疼父母。70岁了，70古来稀的老人了，每年拿出这么多钱贴你们，怎么好意思呢？丈夫把妻子当保姆，看好孩子就行了；妻子把丈夫当赚钱工具。什么你下班回来累不累，开完大车辛不辛苦，你把钱给我，给少了我就生气，你是我的赚钱工具，你是个工具人，谁关心你的在外边的冷暖啊？把钱交上来就行。谁关心你累不累，需不需要跟朋友吃饭聊天玩一下休息休息啊？那个钱应该给我。这就是你俩心底的底色。我其实都不想说你俩，不想骂你俩，反正孩子也大了是吧？一个也上大学，另一个也快考大学了，人家2个脱离了你们之后反而会过得更好。我是真的心疼这对老人。所以如果说想要你们的晚年生活啊，活得有尊严，被儿女尊重，我觉得任何时刻去改变自己的状态都不晚。既然你们愿意来，还是希望生活更幸福一点，对吧？你们应该认清自己哪里有问题。你们不幸福，不怪任何人，怪自己。所以你不要去责怪他，你自己好好去赚钱。你才42岁，你去成长了自己，你去赚了钱，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。
这才是榜样。你盯着他干嘛呢？丈夫也一样啊，懒到家。为啥那么懒？你有一双好父母。咱既然站在这儿70男儿，我觉得以后的人生你还是要戳在那儿像个样。你爸妈再过几年更老了，他们真的需要人照顾了，你有能力吗？他们生病了，你有钱给他们看病吗？他们可是把自己的钱都掏出来养你们的孩子了。抓紧时间去工作，不管你是开大车还是开网约车，拿到手的钱是最重要的。你们成熟一点，独立一点，你们的生活就会幸福起来，好吧？两个啃老的人就不要在这儿互相指责了。江女士，我听说那个销售赚的可多了，一个月4、5万呢，您怎么才4、5千呢？他也不完全都这样。为啥拿别人能赚4、5万，您怎么才赚4、5千呀？我有的时候可能用心的程度少一些吧。那你得多跟别人学呀，要不然的话你也能赚4、5万呀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是不是真的赚了4、5万，剩下那好几万都自己藏起来了？没有，还是给你妈了呀？没有，偷偷买衣服了。对呀，要不然出去玩，或者说跟小姐妹们逛街呀什么之类都花了，买包了。哎，这点我倒是没怀疑过的。啥？这点我倒是没怀疑过的，他说残钱了什么的。替你说话的你还插嘴？你觉得就是被无端的这样的猜疑和质问的感觉怎么样？很不舒服，不理解我，很不舒服，不理解你，对吧？对，没有看到你为这4、5千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，是不是？你老公就是这样的感觉呀。你们一直在说一个问题，说夫妻2个人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沟通。其实很多现在的中年夫妻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都会反映说为什么没办法沟通。我想跟你们说的是，你们根本没有在沟通，你们只不过在相互对对方提要求，这不叫沟通。真正的沟通是我来听你有什么想法，而不是说我的想法。你们发现没？刚才你们在台上短短的这一段时间，都在相互的提自己内心的这些需求。我要你怎么怎么样，我要你怎么怎么样。男方同样也是。而真正想要做到有效的沟通，是我们去倾听对方有什么样的想法。而在夫妻关系当中，最不应该的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对对方提要求、提要求、提要求。对自己从来都是宽宏大量，算了，能躺平就躺平，干嘛那么累？可是盯着对方的时候却是你凭什么不努力？这就会让2个人心态失衡啊。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非常简单，8个字儿：各自改变，各自努力。反正这2位都是狠人啊。挺狠的，真的都是挺狠的。这个，你一直听别人说他挣那么多钱吧？你看过他的软件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实际去查证过他挣多少钱，你怎么就知道他密下钱没交呢？你没有查证过呀，这不张嘴就说吗？你们夫妻俩之间都不互相信任，你光听别人道听途说的话，你从别人那听到你就已经相信的话，那你俩还过什么？干脆离了得了呗。而且还有一个。他说住在城里拉单比较多，对吧？是不是你同意的呀？是。你为什么同意啊？你不是也认定他说的话没有问题吗？在城里确实比回家我要挣得多，那是不是这样变相的在你同意的同时，也把你对每个月他的收入期待值拉高了？他交不回来这些钱，哪怕他多辛苦，你下意识得是把钱放在第1位，把辛苦放在第2位。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，带着老人，我已经把你放出去挣钱了，你拿不回来就是你的问题。我觉得你们俩人为什么说是狠人呢？一个为了跟老公较劲，能把工作辞了的人，这不叫狠人吗？明明能挣1、2万。挣4、5千也能给他辞了，对，你俩人没有后盾，可能吗？不就是父母的问题吗？他俩轻易离不了，会继续拉扯。一旦耗到最后，2个人全都耗累了，或者说我不跟你玩了，你们俩随时可以离婚。为什么呀？孩子也大了，不用你们操心了，父母也省心了。想过，一人退一步，互相体谅体谅，别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放在第1位。你们俩为什么不离婚？没想到离婚这个问题。我认为你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哎，
搁大部分妻子啊，如果老公整天在外，然后还不知道干什么，工资也不上交的话，早就离婚了吧？所以说你离不开他嘛。能够击垮婚姻的，从来不是贫穷，而是把对方推到了对立面。表面上看啊，你们是信任危机、经济矛盾，还有教育分歧，实则背后是你们共同体的意识崩塌了。你们已经不是一体的了，而是对手。妻子不断用怀疑来浇灌你们的婚姻，而老公呢，逃避呀，责任的逃兵，那信任的破产者是吧？工资就消失了。所以说，现在你们一定要认清楚一件事儿：婚姻不是避风港。老公，你如果想回来吃口热饭，有笑脸相迎的话，你必须得回到这个家里，真正担起你的责任，而不是当一个巨婴。婚姻是什么？用共同的桨来划的船。现在不仅这个船破了，桨你们也给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眼巴前先怎么样？先你们俩得抱在一起。接下来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先断了父母的供养，把这输血呀，把这后勤保障给断了。不断掉这个你们的念头啊，你们无法真正的能够一起去面对生活的压力，对吧？第二一个，把你们的账户全部公开透明化，好不好？到底你挣多少，你这儿有多少，搁在一起筹划，我们怎么共同应对生活的压力。第3一点，想要信任重建很简单，你把他车上安个 GPS 定位，你看他去哪儿，整天在哪儿跑着，千万不要装了以后那个信任就没了。现在信任已经没了，所以你要去看看。对，你就查一查他的这个工具。这就是不查光想。一句话啊，信任的重建是需要验证的。啊，这个话说的。信任的重建要从信任开始。哎，这更有道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要相信的力量。你们俩坐那儿想一想，觉得哪个老师说的对你们有帮助、有吸收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。谢谢老师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胡先生49岁，来自广东，自由职业；李女士50岁，来自广东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觉得对方最让你忍受不了的是什么？他不欢迎我的家人，而且对我的家人也不够热情。每次他家里的亲戚来，都太没有边界感了。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希望我们一起生活能够互相理解，不要去过分的计较。我希望他什么事情都多跟我沟通一下，我应该有知情权的。来吧，说说吧，你们今天为啥来？我们结婚20多年了，就是这么多年来，每一次我的家人过来广州，他都是不高兴的，而且事后都会吵架。现在孩子大了，我就觉得吵得好累，我也不想吵。你为啥不高兴呢？不是不高兴，我觉得主要是沟通问题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他子女过来，那我就问一下，说我管这管那的，然后就开始吵，而且呢还持续了1个多月。他每一次都是这样的，我只要有家里人来，他第一时间就是问，他们来干什么呀？他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以前也是跟他有沟通的，他们过来就是都是要不来玩，要不就是来广州这边工作的，是吧？然后我说我们就是说不要管那么多，他过来我们就好好接待就行了，该做啥做啥，你不要就是老这也想问那也想问，而且他们还没来我就问别人什么时候走，也是非常不礼貌的。然后跟他说了，他也是无法理解的。多长时间就会有家人过来投奔你来？频率相对会高一点，因为以前就是像我们父母啊，有时候就是兄弟这些都会过来这边，像父母一般是过来这边玩，但是兄弟有时过来这边就是做点事情啊什么之类的，那就是1年可能就是经常也会来个5、6次吧。1年5、6次？对对对。那是住在家里吗？对。就像刚才说的，他子女过来。我问一下，那他也什么都不说，他实际上那次都住的时间都比较长了。住了多长？当时候也住了3个多月到半年左右吧。住3个月到半年啊？是啊，在你们家？是，刚才说到的，他父母啊过来，那还我觉得正常啊，但是他什么亲戚啊、什么堂哥啊什么的，隔3差5的也会来。也住你们家吗？是，住在我们家里。你们家很大吗？我们家里比较小，就是那个小2房这样子的。
其实这个很正常的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因为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也是在家里面的人家里住的。说到我侄女这个事情啊，因为她也是个小女孩，刚出来啊，她就是说有什么计划也没有确定。等她过来了，然后她找工作，找到工作之后，那她那么小，我也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外面住啊，因为始终都是自己人、自家人。而且也不要像他说的那么去照顾，因为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了。我们就是该工作就该工作，就是该上班上班，他自己也会照顾自己。我打扰问一下啊，就你们家亲戚来了住你们家，那他们家亲戚来了，他是广州人。我家是广州的，他是本地人，对，外地人。我问你一下，因为我也从农村来，对，确实，如果自己的家人在大城市落脚，那么他们这里也来落个脚。你劝过他们不要来的这么频繁，1年5、6次确实是有点频繁。那我也不好意思说啊，因为我都说我自己是深同感受的，因为我出来也是这样住到老乡的家里的，家里也很小，像是一种习俗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也不是习俗，是一种习惯。如果你们夫妻俩都觉得这不是啥事儿，他就不是啥事儿；如果有一个人觉得是啥事儿，他就是事儿。丈夫认为是个事，对，没错。我这里插一句，我是怎么解决的？你家也有这样的问题？这以前有啊，有了以后，就是你们老家的人也来，我就以我出钱，我把我的这一些堂兄表妹安排到宾馆，他们就不好意思了呗，下次就不来了呗。对我来讲，我就感觉就是你直接帮他安排住宾馆、住酒店，他们也会觉得你不欢迎他们过来。本来就是啊，我是一个态度，我们家比较小，因为你们是来玩的，并不是说有急事，比如说看病，你要到广州来住几天，完全应该，这个您接受吗？行，这个我觉得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，待会儿再做讨论啊。来，接下来说还有啥事儿？他就觉得我老帮衬家里面的人经济相对会差一点。就是我觉得我也是自己工作自己赚钱，有时候就是家里面有些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去主动帮他。他就觉得很难理解，就觉得我在家是老小，为什么你这也要管那也管？而且我父母也是有什么事情呢，主动给我沟通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都是应该做的。你怎么帮衬家里的？你说一说。那有时候就是说会给点经济方面的咯，比如说家里的房子啊，那我们也会帮助一点嘛。还有家里的点，那有时候就是几万块肯定会给的呀。什么叫有时候给几万？平均1年给多少？刚开始我感觉就是说，过年过节啊，孝敬一下父母，意思意思，那我们觉得这个也可以。然后没2天他又说给钱，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。那他就说，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，想每个月都要给家里一些生活补贴这种形式，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好接受了。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补贴？钱是他管的，可能几百块啊，1、2千啊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作为丈夫你不知道？您给家里补贴钱的时候，每一次先前跟丈夫商量吗？一般也不会，我都是看家里情况，就看着家里的。他有知情权啊，您给钱告诉他了吗？那我也没管他呀。比如说他给家里钱，我也不清楚啊，我从来不管这些事情的。就是我还是以这个小家庭为主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娘家也不能不管呢。你们2个人1个月挣多少钱？加在一起大概就是2、3万哦。1个月2、3万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就按2万算。你给到娘家每个月多少钱？真没细算过，就是我都是随意。咱们说个大概。大概几千块吧，几千，2000也是几千，8000也是几千，3、5千吧。好，丈夫，你给你的爸爸妈妈多少钱？我这边一般都是过节才给，或者是生日吧，像过年吧就会给1000左右。如果他们生日，我一般都是意思意思就给300啊、500这样。好，问完了以后，我相信各位老师心里面大概就有一个评判了。我觉得这2个矛盾其实合并为一个，就是觉得女方对家里面的帮衬太多了，无论是从接待也好，无论是从经济的补助也好等等，这是男方心里的不平衡的地方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平衡的，因为就是2个习俗不一样，他们那边的红包都是很小的，就是过年利是大概就是5块10块的。我们家红包也能变大呀，凭啥只有你们家红包能3、5千，我们就3、500呀？那我们小孩回去，那人家给的也是大红包呀，但是我在这边收的也都是小红包啊，都是相互的嘛，就是我帮家庭那么多，家庭也帮我很多的呀。你不要偷换概念，你是每个月给补贴。那我说回来，我们这家只有1个孩子啊，他们那边家的人口多啊，亲戚也多啊，那回去真的给的不少。是你们收你们也得给，对吧？行，这账算不清。算不清。
有了小孩子以后，那父母要帮衬着我们带一下。但是呢，他有一句说法就是说，像父母啊要包我们小孩子的吃喝拉撒，这是应该的。我就说，哎，到了休息天，那我们自己带一下小孩子，让父母休息一下。你的谁的父母？我的父母。然后他就说，他也工作，他也要休息，那凭什么就是父母要休息，他就不用休息？那我也没这样讲好吗？我只是说我也要工作，我也很累，那我晚上也要带小孩，对不对？我一个礼拜就休一天。就是不带小孩子，你就出去找朋友啦。那我确实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呐。我一个礼拜难得休一天，每天晚上还要带小孩。那很多时候我想想，你也可以自己带呀。你生了自己不带，给谁带呀？不是你的孩子吗？那我晚上都是自己带的。那我们那边都是父母帮儿子带小孩。你怎么那么多礼呢？就那一回，还是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睡的时候就跟着他这样子，再到了休息什么的，基本上就是我跟我父母带。所以其实从小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对吧？爷爷奶奶帮衬着的，对吧？是。你们有没有给爷爷奶奶一些这个补助？因为爷爷奶奶一直在帮你们带孩子。没有补助啊，就刚才说的，他就觉得哎，我父母这样子，反而是贴我们就是小孩子吃喝拉撒，因为他们带嘛，就是一起煮东西啊，什么吃的都是包了这样子的。就是爷爷奶奶出钱又出力，姥姥姥爷不出力还拿钱。那我们那边也是爷爷奶奶出力也不出钱，还拿钱。你不要拿习俗说事。这是哪儿的习俗？咋这么占便宜呢？天下没有这样的习俗。哎呦，我给自己父母钱天经地义，公婆帮我带孩子天经地义，哪有这个习俗啊？那你想想，我是嫁得这么远，我也是很少时间去陪他们的。说实话，我是你把父母接来呀？谁给你带孩子嫁的这么远呢？住哪来？我敢接来吗？我一接来，他就在等会儿，你不要跟我来这套，谁逼你嫁的这么远呀？不是说逼，就是我很少时间回去陪他们。我的意思，我是他拴着你不让你回吗？他不是不让回，但是他也很少陪我回去。从来没主动提出陪我回去。腿长在你自己身上，你为啥不回去陪呢？那要上班呀，要带小孩呀。是啊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赖人家呢？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就觉得应该是从经济方面，就是相对就是支持一下父母，就对父母就多孝顺一下。那你怎么不支持人家的父母呢？他老家在哪儿啊？在湖南那边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跟着他回老家呢？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愿意，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呢，小孩子的身体也不是太好，就是他有类似于鼻炎啊，呼吸道不是太好的话呢，过年那边也比较冷。然后另外呢，他们那边习俗回去都打牌，他们打的一般都很晚，11、2点啊，1、2点，还经常像过年的时候打到通宵都有。那我感觉打牌的习俗不是很好。一年很少回去，过年回去兄弟姐妹男的聚在一起，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就是打个牌也好，不管怎么样好，他就是参与不进来，你叫他打他也不打，他又不爱打牌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那我回去肯定是多陪陪家人，是不是？那他就觉得我老是不理他，摆脸色给我看。我以前也是很希望他陪我回去的，后来我觉得你不要陪我回去了，你不陪我，我反而自己还更痛快点儿。哎，先生，我问一下啊，就你们家啊，包括你爸妈，你们这一支和他们湖南那一支比起来，经济条件谁更好一些？我们城市这边相对比他们家里确实好一点。你是在城市是吧？女士是在。我是在农村的啊。哦，我了解这个情况就行。所以如果说从第三方角度看，真要需要帮助，他们家比你们家经济上可能更困难一点，是吧？是的。好，我就问一下这个。其实大概能看得出来，就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一些观念是有分歧的。我们大概明白了。还有什么其他让你们心里面觉得这么多年特别堵的事儿吗？或者不舒服的事儿？特别堵的事情就是生小孩的时候，进产房的时候呢，我就拉着他的手叫他陪我进产房，他就不愿意。坐月子的时候，那我也很希望他就是多花一点时间陪我，因为我感觉自己就是说一整天对着一个小孩，就是有时也很无助的，就是感觉自己有一点轻度的抑郁吧，就动不动就想哭，现在想起来都想哭，所以他理解不了。而且我那个时候也特别想父母过来帮我，但是我就怕他会跟我吵架。我不敢叫父母过来，就自己一个人了。月子里是自己一个人的。对，他父母也会过来，但是他父母因为跟我们住得近，因为他们也很累，要去买菜，要去做我的饭，一日只餐的。他们广州那边就是起码一日要5餐的。
然后会把小孩洗澡，他们父母也是很好的。但是我想他陪我呀，就是感觉他没有做到这个东西。晚上孩子哭闹了，一般他会搭把手吗？不会。为啥呀？你为啥不陪你妻子进产房？他拉着你的手求你。第一次生小孩子，那当时候的场景简直就一片空白。他在那个病床上拖着要进那产房嘛，那一下子手就脱了，我感觉我自己空白了，那我就没进去啊。这孩子多大了？现在我们孩子20了。哦，就30岁生孩子呗。20年前的事情，您都还耿耿于怀啊？那我觉得医生就生一个呀。呀。现在想起来，月子愁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能记一辈子的。是的，每个晚上起码要吃2次床去喂奶的，就是有时候喂着自己感觉小孩都掉地上了，那个腰也会比较疼。就每次换尿片的时候，可能你刚换完，他一下子又拉屎了，然后又要重新来过，就是那种辛苦，真的，我是到现在都记忆。这一点我支持你。对。你不是帮不帮得上手的问题，你在他就温暖，你在他就有依靠，你是丈夫。而且小孩就是体质也不是特别好，有时一生病，整晚你睡不着的，就是你要抱着他，你不能坐下来，他都不管。对呀，他基本上不进房间的晚上，他就觉得他睡眠质量太差了，如果一吵醒他又睡不着的了。那我第2天也要上班工作啊。对，他第2天又要上班。平时你们2个人在家谁的脾气大一点啊？我的脾气会大一点，我比较急，他就老觉得我对家里人的包容性、对朋友的包容性都很强，然后就是唯独对他就感觉好像没什么耐心，好像说他想跟我说什么事，我就嫌他啰嗦，我就没有耐心听他讲事情的。但先生，你为什么觉得他对朋友和对家人的包容性都比对你的要大呢？他管得太多。然后呢，影响到像我们这个自己3口之间的小家庭生活嘛，他什么都是外边的人，容易沟通。他跟外边人沟通的时候，像他家里人说话的那语气，我感觉也不会我这样子。我问一下，他就是说我问得多啊，这样。你觉得平时他脾气大吗？在家里？不发脾气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呢，一谈到家人啊这些又有矛盾，他语气强硬啊，那他就觉得很冲的说话。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有点升级了，一开始只是家人的问题，对，后来你看男方用词就已是他跟外边的人跟别人，就他已经把所有包括他的家人女方这边一切的社交全归为外人了，因为所有的外人全部都在影响我的3口之家生活。对，再升级就是他的朋友也不行，对，朋友也在影响。对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也不愿意跟他说。他说我家庭的事情，真的我也是属于一点就着的，我就觉得你不要管，我自己处理就好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主要是他这种是没有边界感的。你家里人过来，你招待一下，但是起码有我们小孩子啊，跟我是一起生活的。先生，我问一下你啊，就是你妻子和你的爸爸妈妈，就是婆媳关系怎么样？他跟他们还可以。这么我听起来他是跟你的爸妈关系也不错，跟他的爸妈关系也不错，是吧？是。你老公跟他爸妈关系好吗？正常吧。正常。但是跟你的爸妈关系很一般，是吧？他对我父母也是很孝敬的，因为有一年我爸那个脚受伤了，然后来广州，也都是他照顾。他对我父母倒也是挺孝顺的，也挺好的，所以他是有这个心的。对，就等于现在你们俩对双方父母的状态都还可以啊。然后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总结一下，你们俩闹成今天这样是亲戚闹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你们俩之间除了因为他问你这些，他们来干什么呀？他们怎么样啊？那么这些你难以启齿，没法去解决这问题以外，你们俩没有别的矛盾，然后全部都是因为亲属。其次就是刚才说，可能私底下给父母钱，对不对？是女方这个问题。除了这以外，你们3口之家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他俩之间好像没什么情感太大问题，情感上最重要，他怎么理解一下？我就问的这些问题。好沟通，我有知情权。来，妻子，你有什么样的诉求？我觉得就是说2个家庭大家多去包容一下，因为我们那边的情况确实也是跟他们家的情况不一样，就是他不要老每次跟我吵。我们家那就是个习俗，对吧？我们家就这个习俗，你就得接受，对吧？好，明白了。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。您看。
我问女士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爸爸妈妈在湖南农村，你要每个月给他们3、5千这么多钱，一对在农村生活的老人，他们有自己养老生活，需要那么多钱吗？那是以前，就是以前就家里条件比较差嘛，然后就是加上我家里有一个特殊情况。啥特殊情况要那么多补贴？因为我哥也有2个小孩。我这么说吧哈，其实我觉得你们爸妈给哥，对吧？其实就是给哥哥。但是他又不是傻子，他清楚得很，你的钱是谁用的。所以其实我问这个是想说啊，首先肯定的，我觉得你们俩夫妻是很有感情的，就即便20年这么不愉快，因为家里这些事儿，但你们没有让双方老人为难。但我想去剖析一下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20年不愉快的这样一种模式啊？你的妻子为什么会真的是娘家有求必应？为什么你跟他的请求，他就很强势的给你推回来不听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她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就是蒸馒头争口气。我走到大城市了，我咬紧牙，我勒紧裤腰带，我得帮农村的亲戚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跟他们的呼应是充满了正向的，是充满了互相情谊深厚的交流的。它不像你在城市生城市长，你天然有一种优越感。我生在这块土地上，我就住在楼房里，我就拥有城市户口。说他提起家人的事儿好像很强势，但我觉得他都在看你的脸。他觉得他嫁给你，来到你们家和公婆在一起，他就要把你们都照顾好，就是要孝顺公婆。因为这个婚姻不容易，你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，所以你才会在产房门口，因为你的害怕、你的迷茫、你的茫然，你不敢进去。他挺不容易的。你要真的爱这个女性，理解你的妻子，支持她，其实钱嘛，照顾嘛，照顾就照顾了。我要跟妻子说的是，我倒是觉得你们20年过去了，孩子也大了，侄女儿也大了，父母也年纪大了，家里也稳定了，你的心该收一收。对不对？把更多的感情和相互的扶持放在你丈夫身上，你们以后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，越来越美好。我其实听完还真的挺生气，看出来了。我觉得李女士，你们家全家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全家都在吸你的血。对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尤其中间听到有几件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忍无可忍。我要是你老公，我早不跟你过了。就是干嘛呀？什么就你们家的风俗习惯，怎么你们家那儿的风俗全都是占便宜的风俗呢？这不就是穷横吗？是的。你来广州是你自己来到这个城市来打拼，为什么最后所有帮衬你们家的都需要我一起来帮衬呢？你们家人过来，我连问一下来干嘛，住多久都不能问，为什么？住的是我的家，吃的是我们的东西，睡的是我们的房子，我凭什么不能问？就怎么能霸道成这个样子？问了好像就是瞧不起你们了，真正瞧不起自己的是你们自己。你当然有委屈，你的委屈在哪儿？你的委屈我是说给你丈夫听的。他们家可能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他可能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到大城市来？因为他要向他们全家人证明，我虽然是个女孩，但是我并不比男孩差。你看到了吗？我哥也得靠我来养，我哥的孩子也得靠我，所以他在向他们全家以及他的家族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这是他内心最自卑的地方，也是他一定要保护的那颗柔软的心。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证明去拖垮你自己的家人，因为真正现在属于你的家人就是你的老公和你的孩子。结婚的意义在哪儿？结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脱离原生家庭，成立一个新的小家庭，而当这个小家庭成立了之后，它是有边界的。而证明你的价值，以及向你的原生家庭、向你的家族去证明你能行、你能干、你比别人厉害，这无需证明。你越证明，只会陷入一个自证的陷阱，最后到头来你就成了那个全家的工具，你自己也会很累。
懂得拒绝，懂得说不。我觉得这才是你向他们证明你自己的价值，明白了吗？就这样。我是觉得女方的重点错了，她有点太要面子了。现在，你们现在有房贷要还吗？那你们俩的收入都在你手里呢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你老公突然不能挣钱了，你们每个月所有加起来的收入只够还房贷了，你还会把这个钱拿去补贴你们家吗？不会啊。啊，对呀。问题就是现在所有的家里财政大权在你手上，你才有闲心去管这些。还有一个，这么多亲戚老来，你们没有觉得不方便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宁可花钱让他们住酒店，我是为了让我的亲戚住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这钱我搭了，我每天跑得勤一点，我早上早点起，走，我带你们吃饭去。中午我给你们安排好，晚上安排好。难道非得要住在家里才能显示我热情，我照顾我的亲属？但是反之再说一下南方啊，你上人家老家啊，给人家撂什么脸子呢？过年就这个氛围，人家打牌怎么着，你不喜欢，如果你脸上表情不好或者怎么着，他也觉得脸上无光啊，这不就是互相体谅的问题吗？所以我觉得在大方向上来说，我觉得女方回去一定要想一想后边怎么办。这样频繁的走下去，我觉得你老公早晚会有一天耗到我跟你耗不起。你领着你的亲属过吧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绝对不能这么耗着。你不舒服，我也不舒服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说，女士啊，不够智慧。你有聪明，聪明体现在哪儿呢？你懂得使技巧，找筹码儿。你所谓产后抑郁，所谓在进产房的那一刹那松开了你的手，我听了就这么矫情啊！但你偏偏拿这个来作为一个道德上的筹码，你就是对不住我，所以你得补偿我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你的所有的亲戚都是那么不懂事儿吗？真的吗？习俗真是这样的吗？未见得。这里面应该有你的主观因素。你在极力的邀请，你要不住我们家就是看不起我，你要不住我们家就是不把我当自己人。其实你老公跟你的亲戚们没有矛盾，制造矛盾者是你。你用孝顺绑架了婚姻，你用所谓的习俗掩饰了你的自私。谁不自私嘛？谁没有点私心嘛？你说出来。你不说，但对方也都能看到。你给家里的钱，他没有组织吧？他还心甘情愿的给自己家那么少的钱，不成比例吧？不平衡吧？但人家愿意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懂你，知道你那点自私，也保护着你那点私心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得那么心安理得。这事其实很好解决。如果说把你们账户去分一个比例的话，女生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家100%的钱用多少可以用在你的亲戚？你想一想啊，男士，你愿意妻子拿出多少给到他的亲戚？我数3下，想一想啊，3、2、1。我是10%。哎，你也是10吗？为你们这个10鼓掌，我觉得不过分，不过分。我觉得相当好了。挺好的啊，敞开的，别装，好不好？你就有什么想法跟老公说。亲戚来了，给他开个宾馆行不行？咱宁可就为了体现亲情和咱的这个热情好客，咱们给他租个民宿什么的，也不算太贵，这行不行？商量着来总行吧？广州城里快捷酒店。哎，商量着来和老公，别老那么强势。好，老师们的建议都给完了，那接下来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。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本期节目。同时呢，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，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。他们2组这个家庭之间的矛盾，好像是很多家庭都会有的矛盾。你不要看这一个矛盾啊，简单单一，但是发展下去的危害性是很大很大的。所以这个有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，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就会真的拖成一个大的矛盾，然后
因为这个大的矛盾，两个人可能的感情就分崩离析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嘉宾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呢？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肯定出来，牵着手出来了吧？哇，然后你看，还要抱呢一会儿。哦，牵着手出来了，多好。有啥想法说说？各位老师说的非常的对，然后我就以后对他多一些信任，多一些体谅吧。改变一下自己。我也是同样。以后的生活中呢，还是说希望尽量能担起来有家庭这份责任。我想对我的父母，不光是我的父母，还有我的岳父岳母，这些年对我们的关爱，对我们的帮助。所以说，在这里只能说我们两口子在镜头前对这双边的父母鞠一躬吧，感谢他们，感谢。赶紧进入真情60秒，来。好了，祝你们幸福吧！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谢谢各位老师。这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揭晓第2组嘉宾他们的结果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肯定出来，肯定出来，肯定出来。主要是看看妻子有什么想说的，有什么改变啊？对，好，哇，也是牵着手出来了，好。好啦，有啥想说的吗？现在因为家里亲戚相对也会少一点过来，当然我希望每一次来他还是多给我面子吧，就多照顾照顾一下。我们并不是说要断亲，记住10%。对呀，对呀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好了。祝你们幸福，希望你们日子开开心心的啊！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